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刚开始我以为我遇上了我的真命天子，结婚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多了2个孩子。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这段婚姻了。他先爱上我的，既然爱我，就要接受我的一切。才结婚2年，婆婆冷漠的态度，老公的无视，父母还总给我压力，我真的被压得喘不过来气儿了。我觉得我们婚姻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们2个这样过挺幸福的。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徐先生29岁，来自黑龙江司机；女嘉宾封女士32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2位，有请。欢迎2位哈。哎，你好。您是再婚，对吧？对。带着一孩子。对对对。男孩女孩？男孩。您是初婚？对。那你嫁给他的时候，家里人反对吗？反对，双方父母都比较反对。你家反对能理解，他家为啥反对啊？就是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我父母反对很正常，因为不可能让一个姑娘嫁给一个2婚还带着一个孩子的。他父母这边反对是因为什么呢？认为我没有结过婚，给他一个2婚的，肯定是过不长。哦，对，是这么个思维。对，怕你跑呗，是吧？对，怕你不会过日子。对对对，这儿子又受一次苦，是这么个想法。对，好，今天为什么来呀？说说。因为我感觉我的这段婚姻我存续不下去了，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双方的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嘛。我们2个在一起面临的问题也很多。首先的话就是他的父母，特别就是不赞成我过来，因为他父母想让他和他前妻，他们2个能复婚，所以说不接受我。你们俩现在在一起多久了？结婚多久了？2年。那他第一段婚姻的孩子跟谁呢？在我们这里。你在带？我在带。男孩女孩？男孩。多大呀？7岁。就5岁的时候开始带是吧？对。跟孩子关系怎么样啊？我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很好，他一直称呼我为妈妈。那这为啥呀？你婆婆为什么还不接纳你啊？我跟他是偷偷登的记，偷偷领的证。登完记了之后嘛，木已成舟了嘛，对吧？双方的父母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2个张罗着办婚礼呀，各种宴请啊什么的，他妈妈是不支持的，也不给我们就是拿这笔费用。所有的就是花销啊、筹办啊，全都是我们2个自己拿的钱。因为他上一段婚姻的时候，他是净身出户的，一点积蓄都没有。所以说我们2个面临办婚礼的时候，就需要去借钱，他妈妈就是不给予我们任何的帮助。我这点我挺寒心的，但是我们2个办完婚礼之后，因为我们2个有欠款嘛，所有的这些礼金啊什么的，我们2个得用来还借款。所以说，在我们2个真正生活的时候，我们2个手里是1分钱都没有的但是他父母也不予给我们支持，就包括他带的这个孩子，我婆婆都不管，那是他的孙子，他不管。而且他还总让孩子跟他前妻联系。就是疏远我。他的表现怎么样？他的表现刚开始我们恋爱的时候很好，但随着结婚之后就不行了，因为他向着他妈妈，他不向着我。我都向着了，都向着了。你怎么能都向着呢？这可没有什么稀泥可以抹呀。这边哄妈，那边这个没有什么哄和不哄，这里面是有是非的。是在这面哄妈，那边哄媳妇，也说了。不是你妈为什么不愿意你娶她呀？就刚开始是不愿意，那现在呢？现在还行。为什么还行呢？现在接受了，我感觉是接受了。那你感觉是接受了？为什么她上楼之后，她连瞅我连个笑脸都没有啊？哪个婆婆上到儿媳妇这儿会给儿媳妇脸色看呢？这是你妈妈做的吗？你妈妈做的对吗？就包括你，包括这个孩子教育的问题，我拿他我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啊？我考虑到孩子的学习，
什么都衣食住行，包括学习，全都是我在管。你妈妈管过吗？她管过吗？就包括我让孩子学习，你妈妈反而说的是我，说认为我是一个后妈，管孩子不是真心的，是对孩子不好。上来跟我撂脸子，然后生气拽门就走了。你下去送的你妈妈，你站在我这儿了吗？我正常说，我得送啊。你为什么要送他呢？我再跟他说说，完上楼我再跟你说说。不是儿子你管吗？儿子我管。你们俩没孩子吧？我们两个想要孩子，但我没有办法跟他要孩子，哎、我还得经营我的事业，我还得操持这个家，我还得管着他的孩子，导致我没有精力要我的孩子。除了跟婆婆之间，你们俩有冲突吗？你们俩有问题吗？过不下去。你们俩之间是什么冲突？我们两个中间的冲突就是我们两个结婚之后，我感觉就是压力太大了啊，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以至于玩到什么样，没有家庭责任心，也没有挣钱养家的那个心。他是开车的，他每个月2000多块钱的工资，他就安于现状了。开什么车才2000多？跑滴滴。那跑不止啊，不滴一个月怎么会2000多呢？他不正心干呢，他可能大多数时间的话都在玩啊，跟他的朋友什么。这个朋友叫你了，我就去打台球去了；那个朋友叫你了，我就去吃饭去了。反正工作的时候是6到8个小时，啊，剩下时间基本上有时候给家了，有时候出去玩去了。儿子不养啊？养啊，一月他说少了，我一月我得挣3000左右。他说我2000左右。那3000多你知足了吗？现在就是你挣3000多的时候屈指可数吧？啊，我挺知足啊。那你怎么养家呀？你拿什么养你的儿子？你拿什么养我呀？那现在咱俩挣的不够花，不挺好吗？你工作够花吗？我咋不够花呢？你工作吗？我工作。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的话3000多到4000多。啊，你还挣的比他多。对。关键你还得照顾家呀。对。你咋想的呀？我瞅现在我挺好啊，一天工作8个点，完没啥事儿，那个没啥事儿还能回家溜达，还能开滴滴不就8个小时以上才是自己挣的吗？啊，对呀。那你为什么就开8个小时够吗？腰疼。哎，他就是这样的。哎呀。他一点就是我自从跟他结婚之后，我才发现他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就是孩子不管，家里面老人的问题他处理不好，钱他挣不来。行吧，这难怪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呢。除了这还有什么呀？除了还有的话，他跟我父母那边关系也不好。为啥跟你父母关系不好？因为我们两个结婚之后，首先涉及到我创业嘛，因为我开了一个美甲店。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开一个美甲店，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我们手里面就是不但没有钱，还有几万块钱的外债，这个都是没人帮我们的。哦，但是我跟他妈妈说，他妈妈说你们两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管。然后那个我就回去跟我的妈妈说了，我的妈妈给我拿了2万块钱，给我开了的这个店，为了支持我，可以让我在他家那边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但是就这样，我母亲也没有交下他，跟我母亲他们闹得很僵，就是过年过节的话，他不去作为姑爷。为啥呀？而且跟我父母都不说话。为啥呀？那个他妈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妈。然后那个他妈骂我说我那个废物无能，说我那个成天就是溜达玩，完反正就是说咋说，我俩给一起就是他斜楞眼珠瞅我，我斜楞眼珠瞅他。那是你的长辈，那是我的父母。你要在乎我的话，你应该在乎我的爸爸妈妈。对。那你对他们那样的话，那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我对他挺好的，完我就是对他父母有偏见。你对他怎么好啊？我对他不挺好吗？那没啥事在家陪陪他。完我有时候确实说出去玩去。你那是有时候出去玩吗？你可以说是经常是总在外面玩吧。我每次给你打电话叫你回家的时候，你都嫌我烦。我找的是你这个人，我不是找的是一个空气，我不是找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我也不是说闲来无事的找你这个二婚带个孩子，找个小孩来陪我玩。我跟你过日子的，我找不到你人。他都跟什么人玩啊？都是些什么朋友啊？女性朋友较多。女性朋友不多，这真不多。不多，那为什么每次我听见你打电话的时候叫你的话都是女的呢？那正常，那如果说。那有女性朋友没啥事说话，打电话啥，那样有毛病吗？我认为一个男的女性朋友多的话，他根本他就不正常。我感觉一点毛病没有，那也我们也没啥事儿，都正常说男女。没什么事儿的会问你睡了吗？吃饭了吗？干嘛呀？
那我问他睡不睡觉、吃不吃饭，还有毛病了？那你怎么不问我吃不吃饭、睡不睡觉啊？你有自己家有老婆，你不关心，你关心别的女人？那以后你认为你做的对吗？以后天天早上起来问你吃没吃饭。我跟你真的是无语。我以后我尽量我改改，你看这么行吗？你还想跟他过吗？我想过呀。你妈现在想撮合你跟你前妻是吧？那不是，现在说也让我俩好好过。你为什么第一次离婚啊？我第一次离婚就是那个就是感情不和。哎，你当时怎么认识他的？怎么看上他的呀？我们两个是一个小区的，在业主群里面认识的。然后的话就是他加的我，啊，然后主动跟我就是那什么的。不是，这他吸引你在什么地方啊？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特别懂你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关心你，特别暖，所以说我才义无反顾的选择跟他，就不在乎他是否离过婚啊，他是否有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是每天都问你吃了吗？睡没睡？对，对是吧？没毛病。现在问别人了哈？没有，明白了。哎呦我的妈呀！真不想过了？过不下去了。谈了多久嫁的？谈了4年。他那会儿离婚了吗？离了。那我也奇怪，这婆婆为什么就不让你进门呢？因为我听我婆婆就是跟别的，就是她家里的长辈沟通的时候说过，就认为她跟她前妻离婚的时间短，就是还想让他们再复回去。不是，我也特别奇怪，结了婚2年就看出来，天天一天跑滴滴就跑6个钟头，1个月挣2000多块钱。你跟他恋爱3、4年，你没看出来？我之前的时候，他很认干的呀，天天准时上班准点，然后我那姑娘上班的时候上下班接我，但谁知道结婚之后，他各种毛病他就出来了。那时候他也开滴滴，对，上下班接你，对，你认为这叫认干？行，没问题，怎么？哎，我那姑娘就是恋爱脑嘛，被他给那什么了。行，就现在不想过了是吧？对。他不想过了就不过了，来我们这儿干嘛呢？我是那什么呀，不想过，但是他不干呢。那我得过呀，啊，我想过呀。不是你自己好好过不就行了吗？你按你老婆的要求来不就行了吗？主要我跟他想过，他跟我不想过呀。那人家为什么不想跟你过了呢？我也不知道，他就不想跟我俩过。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我生病期间的话，你作为一个丈夫，你尽到责任了吗？我咋没尽到责任？我之前是多么开朗的一个女孩，但是我跟你结婚之后呢，把生活中无形的压力把我压成什么样？一方面来源于你，一方面来源于你的妈妈，导致我患上了焦虑症，我住了1个多月的院。他没陪你吗？他没有，他陪我了，但是他不能跟我父母在一起，就是我母亲陪我的时候他不在，他说他看不上我嘛。就是丑到不得劲儿，就是在妻子患病期间，他还在斤斤计较这个。然后更可气的是什么？就是我母亲说，如果说他要是来照顾你的话，那么我就回去。我回去的话，我是希望等他到了您再回去，这样我放心，对吧？但是他跟我前一天沟通的时候就说，你母亲走了我再去，他在那我是不可能去的。我们俩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晚上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别过了，我不和你过了，我们离婚吧。我走了，我去那什么了，我去干活了。然后紧接着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所有的方式什么的全部都关机，该拉黑的都给我拉黑了。过后人家说去上北京玩去了，我整整1个星期我都没有联系上他。我想知道你干嘛去了？溜达玩去了。你自己你怎么溜达玩啊？那我正常心情不好，出去走走不挺正常吗？你是自己走的吗？那不自己走，我咋走的呀？你一个人去？对啊，我怎么不信啊？我自己开车走的。我不信。儿子呢？儿子那时候我妈看着呢。这真是。但是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说那个他让我上医院陪去，完就这么的，他说给他妈找车。完我就应付他一下，我说实话我没给他妈找，我说你愿意咋回咋回来，跟我没关系。说是人话。完就这么的就吵吵了，吵吵了之后完。不是你都把人家闺女娶回家做媳妇儿了，你怎么能这么对丈母娘呢？我看不上她。我妈对你还不够好吗？你看不上她？行了，生活方面各方面的支持，不都是我妈吗？姑娘，都决定你要跟她离开了，咱就
不纠结、不较真这些事儿了，好吗？咱看清楚就行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咱看清楚、看明白就可以了。还有，你是来挽回的是吧？对，我想过，你想过就能过是吧？不想离，不想离。哎，来吧，老师们，帮帮这姑娘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你想过就过啊？你是天王老子啊？我不是。您看，婚前这个男人各种装，对，婚后这个女人各种后悔。她原本以为嫁给了爱情，不管不顾，投了户口本还和您登记。虽然你再婚有孩子，但是结果她把自己推进了深渊。对。其实婚姻的幸福，不在于男人是头婚还是二婚，对，而是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尤其是你对自己的丈母娘，竟然会说相互看不上。丈母娘骂你不对，但是他骂的有没有道理？你自己说。没道理。他说你不学无术玩，哪里错了？那你说就正常好好说呗。那你说他对我的意思是，他说的方式可以改变，说的内容骂的内容对不对？你说骂的内容对，哎，那就好了嘛，那就好了嘛。他是长辈，对，你是晚辈，对，是不是应该谅解他一点？咋说呢？我不是特别想谅解，我真的感觉到你确实是无可救药。所以很简单，不用犹豫了。可能最留恋你的是那个小孩。对。虽然是他的儿子，但是你四通几出，对，他都叫你妈妈。对。您真的，您儿子比你懂事，他知道谁对他好，他应该怎么做，所以他叫他妈妈。你竟然会如此的对他的妈妈，你自己想一想。谢谢。哎呀，谢谢波红兄。何老师，先生，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和人，尤其成年人之间有一个素质特别重要，这是一个人的基础素质，叫做教养。那我知道。啊，那你觉得，你说你当着我们这么多人面，全国观众，你跟我们说，你看不上你老婆的妈妈，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有教养的行为吗？没有，但他也看不上我。不是前提，你就确认你这件事情你自己做的没有教养，对吧？那我确实是说那个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没教养，但是说他做的也不对，他要是做的对，我也不可能这么干。就是你宁愿就是承认自己没有教养，但是我也告诉你我不喜欢他，对吧？就是你已经有这么不喜欢他了，对吧？对，我就看不上你。好的，好的。那你要想说那是你老婆的妈妈，你看不上她，那你凭什么要求你的老婆继续跟你在一起呢？那我跟他过，我也不跟他妈过。那我这么说吧，那你觉得你的孩子，未来如果以后他的对象跟他说我看不上你爸，你怎么办？那我以后少去呗。那这样吧，就是跟女孩说吧，就是没救，就是及时止损。好。就赶紧走。好，说完了。俺们帅，我们帅，是吧？就是帅吧？是，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确实。所以你跑你的，还会有下一个的，你赶紧跑，还会有下一个的。而且姑娘，我跟你说，你不白给，你不白给。想当年是吧？你就跟他结婚的时候，你们俩私自领的证吧？对。他妈妈要看你顺眼才新鲜。我同意了嘛，你就把我大孙子他爹拐出去，你们就结婚了。为什么我不管你们婚礼啊？很简单啊，你们自己拿的主意，接不接都不用我管。你们婚礼收不收钱，我管着吗？对，是吧？对，是。还有一点说你不白给是什么呀？就您这脾气，你为什么要送你妈出去？你老公说那总得送送吧。一个儿子送亲妈这事儿，你看这愿意不愿意？这事儿应该吗？儿子送亲妈，
他送他亲妈可以，但是他妈不应该就是在我教育孩子的时候生气的就走了。这不是一个老人的做法。虽然我是一个后妈，但是我管的是您孙子。如果我不管的话，那孩子学习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是生气走了，他也没怎么着你吧？没怎么着我。然后亲儿子送就不成是吗？但是他回来之后，他逼着我跟他母亲道歉啊。你不是也逼着他跟你母亲道歉，他也不同意吗？所以你也不同意，所以这叫半斤对八两。所以你说你当初挑的这个帅帅的老公，你是不是挑的特别有眼光？现在不到2年，终于明白过来了。下回记着，结婚之前请充分征求双方家长意见。好的，老师。好吗？好嘞，我说完了。谢谢雷老师，山大老师。哎呦，你俩真的是特别像啊！我这再一次证实了，说夫妻2口子就是照镜子啊。就你看对方什么样，你看对方有多讨厌，你自己就有多讨厌。就是他说他看不上丈母娘的时候，我对他的那个咬牙切齿，和你刚才说你凭什么去追你妈的那个咬牙切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我刚才在想，我说为什么他站在这儿特别让我生气气愤的说，我就是看不上他妈，他特别平静，对他内心特别平静。我说这姑娘，我说要是我站这儿，我能跟你过到今天，就怎么能如此平静的接受这一点？我现在懂了，就是我们往往想让别人尊重自己的时候，自己得先尊重自己。你都不维护你妈妈，你都不爱你妈妈的时候，你说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妈妈，怎么维护你妈妈呢？你只是说一句说那是我的妈妈，你得尊重她，但你丝毫没有做一丁点维护你妈妈的事情。就像你对他妈妈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的父母反对你们俩在一起是太有理由的了。就大家听听父母的话吧，有的时候父母说的真的是对的。当初他为什么离婚？我听他跟我说过，就是他的那个身边的女性朋友特别多，所以说就是，你怎么敢嫁？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跟我再三保证了，遇到你之后我都不会了。每一个女人都以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的终结者，你把自己就是想得太伟大了。可能我一再跟所有的女人说，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已经经历过一次婚姻的男人，一定要问清楚一件事情：他上一段婚姻为什么结束？因为这是一个根儿上的问题，他改不了。他如果因为出轨而离婚的话，你放心，你绝对不是收割他的那个最后一位，他依然会在这一段婚姻当中出轨。不照来了吗？2年就发现1个星期找不着人，对，2年就发现跟各种的女人出去吃饭，对，2年就发现他身边的异性朋友非常多，对，所以这是一个改不掉的。爱的复杂性就在于你只愿接受好的一面，不愿意接受坏的一面。很简单，就像当初你们恋爱3、4年，他每天接送你上下班，你就没有想过一个跑滴滴的人能够放下自己的工作去接女朋友上下班，他挣什么钱去？今天的日子可想而知啊。所以我不觉得你有多委屈，自己选的吧。对。那既然受不了就赶紧走，别犹豫。好，你呢就没啥说的了，你就继续保持你的帅帅的风格就行。我看下一个跌倒在你身上的女人是谁？不是我想过，就是那个老师。你过不了。你想什么？你过不了。我想跟他好好过。你过不了。我改呗。你改不了。你改啥呀？你改哪儿？你跟我说说。哪儿尽量都改改。哪儿？你别跟我尽量多改改，哪儿？你跟我说。以后就尽量少出去玩去了。少出去玩。对。然后呢？然后那个多开点车。多开点车，然后呢？继续看不上他妈是吧？看不上他妈那是肯定的。兄弟，我跟你说，有件事你改不了。你在妻子住院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交给自己的妈妈，让孩子跟着奶奶，你自己跑北京玩去。这时候你觉得你缺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我俩也吵了。我不管你跟他吵没吵，他住院，你把他扔医院，然后你都没工夫开车送自己的丈母娘回去，然后你把自己亲儿子交给自己亲妈，你自己去北京玩去，你缺的是什么？那我俩不是我不是刚才不说了吗？我俩那个吵架了，生气了，
然后他让他那个，所以改不了，所以你根本问你意识不到缺的是什么嘛？你意识不到自己缺的是什么。行了，面对面吧，谢谢4位老师。啊，我们跟空心人就不要谈爱，好不好？就当一个人极端的自私的时候，你跟他谈爱呀、谈德呀，他没有嘛，对吧？这也不是一段恋爱关系嘛，不是一段爱的关系嘛，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贪欲的故事嘛。男女之间互相贪色嘛，女人贪恋了男人嘴上的好嘛，认为那是真好嘛，这不就是贪吗？对。然后就认为说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所谓的勇敢走在了一起，就是对爱情的最好的一个纪念，这不就糊涂吗？对。但实际上面是个贪欲的故事啊，赤裸裸的全是贪啊，贪到了什么程度？就两个人可以贪到什么程度？女的可以贪到说不顾及母亲，男的可以说贪到也不顾及母亲。其实此时此刻，女生还是贪婪的嘛。想清楚了，提出离婚不就完了吗？跑我们这儿来干嘛呀？什么他不同意，他不同意，你想离离不掉啊？这什么年月了呀？你跑这儿不是还带有一丝的心存侥幸吗？如果他们说动了这个男的，我还要继续跟他过下去吗？还是贪吗？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不是还有幻想吗？如果能跟他过下去，可多好。他没有心，你说这男人有心吗？兄弟，我就问你有心吗？你给我品品，你说你有心吗？有是吧？你有一个7岁的儿子，对，突然之间你心情不好了，你就可以把他撂下来，你就走了。对，那屋我确实知道我自己错了啊！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一点都不爱他，就冲这一个举动。丈母娘就是妻子的老板吗？对。看妻子看什么？不就看丈母娘吗？所以他从本性和潜意识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他讨厌你吗？你除了爱自己，你什么时候爱过别人？你有认真的用心的对过任何一个人吗？都别说他，你连你儿子都没认真的对待过。你说别人，你摸着良心，你说你认真对过谁？摸着良心，如果你有，摸着说。这面吧，对，说这真认真说对过他。但是现在也是，现在我不行，我改呗。兄弟，心在左边，您摁这儿就错了，这地儿是肺，这儿是心，这儿哎，按差了，老师。行了，所以你没有啊，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没有了。当然，你要愿意跟人回去过日子，其实也乐见其成，就是你把他拴住了，就另外一个姑娘就不会受害了嘛。你就作为一个管教者，好好管他就行了。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我真是觉得跟一个没有心的人，你说什么没什么好说的。接下来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我就想说的话就是，我义无反顾的跟着你，我们两个在一起2年，我只想让你就是有事业心一点，然后更顾家一点，但是你从来都没有改，你也从来都没有做到过。我也知道我错了，然后那个我能改的我尽量改，以后我不出去玩了，完也不跟说女性那个联系了，能照顾家，能多陪陪你，我就多陪陪你。你说的太可笑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说这么的你能保证，那么的你保证，那么你回去之后能给我妈妈道歉吗？你为了我，你能做到吗？你怎么跟我说你保证你以后能啊？哎呀，我就说贪婪嘛，你看他要真想离，他能来这儿吗？多厉害，就是不道歉，怎么着？谢谢2位，请回吧，请回吧，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京音乐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登录完整内容。来，于老师预测一下。要用一段婚姻去试错，代价有点大，而且很悲哀。我认为更悲哀的是，已经错了还不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还是认为男出女不出。我觉得要不都别出来，
就看着挺糟心的，其实真的特糟心。我这个是颠覆了我的就是认知的，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如果我一个月就挣2、3千块钱，我开车去北京玩，油钱谁掏的？这个时候我老婆住院，我把儿子扔给我妈，我自己去北京玩，这是不是个好机会？正好有想给我掏油钱的，他有机会陪着我去北京玩，有没有这可能？当然，副驾的一个人啊，就是副驾坐着谁？我一直琢磨这事儿，肯定不跟您通信。哎，就别出来了，就算了吧。我估计会男出女不出，但是我觉得，不管舞台上的结果怎么样，女生一定要走得坚定一点，千万别回头。当然，你要是不走的话也行，就少祸害了一个姑娘。来吧，咱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开始。来吧，咱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你有什么话跟他说吗？我想让他跟我好好回去过，然后那个我改，我肯定改。行，谢谢你，请回。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对未来有明确的计划，希望他能对我多付出一点，但是他似乎没有把我放进他的未来。我觉得他平常对我又打又骂，不是真心爱我，还经常让我感觉没有安全感。我们曾经很相爱，但是现在他的幼稚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如果未来他一直这样暴躁易怒，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王22岁，来自黑龙江学生；女嘉宾小刘23岁，来自吉林学生。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算大学情侣是吧？嗯。要毕业了，对吧？对。好，去哪儿呢？达不成一致是吧？是。这大概就是大学必分组的一个标配，就是我们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不知道该去哪儿了，是吧？因此来我们这儿了，是吧？对，就是我们俩也谈恋爱1年多了，然后也是面临毕业这个问题，可能想的不太一样。当我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吧，就是没有太想过长远的计划，但是现在谈的也挺好的，可能就是想往未来规划一下。我是主要做一些礼仪模特这种，还做一些经纪人，可能就帮他找一些这种礼仪模特。我之前在上海做的也挺好的，只能说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毕业之后想自己再去上海闯荡一下。然后我觉得对的人应该站在我的未来里，我希望他能陪着我。他想考一下公务员，在家这边。一个要考公，一个要去上海，是吧？对。我觉得他这样想是把我规划到他的未来里，但是他没有去考虑我，只是说他在上海的工作比较好，没有说我在上海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而且我在家这边已经说是提前准备很久了，就是一直以这个考公目标去准备的。分了不就得了吗？但是也就是谈1年多，然后也挺有感情的，希望就是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你们先说接不接受异地吧，有的时候异地也行嘛。比如说你去考公，你在上海，人情感好的异地也可以啊，然后看发展大家去调配啊。你们接受异地吗？但是异地的话，我也不异地也有问题，我不太放心。为啥？就是因为他本来他干这个工作吧，就是礼仪模特，我俩谈恋爱1年多吧，他不会去主动去分享我，就是主动去公开我。你说，毕竟你说2个人谈恋爱1年多了，这不公开是不是他就是有问题呢？而且他干的这个工作就是礼仪模特，平常接触的异性还会比较多，就是也不会跟他这些异性朋友主动去说我提到他有男朋友这样。你这样异地的话，谁会放心呢？为啥不公开啊？
因为我们俩的感情不是特别稳定，就是经常会吵架，就是3天一大吵，2天一小吵这样子。可能我们俩都挺强势的，我也是公开过一次，但是后来我俩也是吵架了，然后我就去找他，宿舍楼下找他，就坚决不和好，怎么样，我就删了这条朋友圈。我觉得至少你要谈的就是稳定一点吧。所以其实，在你心里，这还不是你一个标准的男朋友。他是我的男朋友，我跟我身边的朋友什么都知道他。啊。但是你觉得他还不够稳定，对吧？对。不够托付，对吧？对，有点幼稚。啊，那你就让人回家考公呗。即使不太稳定嘛，那也不是说1年多，就不去主动公开这样。就这让谁不怀疑啊？尤其是说在一起还好，如果说要是异地呢，异地肯定是不放心。你评价一下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好不好？我俩刚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在人群当中他是挺聪明的，就是挺有情商的，对。他也不是像我脾气不太好，脾气挺暴的，他是那种对所有人都挺随和的，我觉得这也是我没有的一个点吧。挺绅士的，就是他特别照顾我，比如说我们俩出去，刚开始他还会主动买单这种，但是后来谈恋爱就不会了，就是他总跟我提钱这件事儿，我就挺介意的。他总说什么，比如说我赚钱可能比他多一点，他就说，那你把工资打我卡上吧，就把卡号发给我了。不然就是吵架了，没有个200块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个男生，你至少你得自己，不说你有多大的事业心，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跟女生这样子吧。不，你可能就是他的事业嘛，对吧？还真这样啊？吵架问人要200块钱解决啊？这只是说正常，我跟他开玩笑，这个事儿确实有，就是我跟他说提前是让他就是转多少钱这样。但是我俩一直这个相处方式呢，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我们2个就是比较那种随和呀，就是相互总开玩笑，互相斗嘴那种，就是相处方式。就我俩总是互开玩笑，就我可能找他要这个什么转账啊什么的，就是只是跟他在开玩笑，他也不会去转。他要转了你收吗？他转了我肯定不会收啊，那性质就变了。但是他就是很在乎钱这种，比如说朋友买东西了或者怎么样，他就会说啊，你看人家女朋友看一眼这个鞋他就给买了怎么样的。我刚开始是对他挺好的，就是挺付出，他过生日啊，我也去偷偷给他过生日，包括买礼物选礼物，我自己买一套衣服也想着他也就是适合他的选一个。但是到后来他就总这样点我或者要求我，我就觉得什么事情你给我买了我就还给你，就这样了。我感觉这个性质就变了，而且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不喜欢这样，他还是这样做。这也是开玩笑吗？这个我就觉得就像日常中分享事儿似的，就比如说我不年在寝室嘛，然后我这个朋友什么的，就是有些事儿我会跟他分享，会跟他说，他可能就是2个人理解他的方式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2个总是他理解这样，我理解那样，然后就总因为这些小事儿去吵架。所以你在乎他给你送不送礼物的事儿吗？我问的可能比较直接了啊。这个如果说就正常的话，我会感觉就是一些节日啊或者是什么的，我给他准备礼物了，然后对他就想让我统统回给他。没给我准备礼物，这个心里他肯定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我觉得搁任何人身上他肯定会想一些。明白了啊，就是他的心里是有没有你啊？是这个重要的节日他不会去给你准备礼物，这不喜欢你嘛？是不是？那他节日会给你准备礼物吗？他之前节日确实会给我准备礼物，然后但是呢，有一次就是可能他提前跟我说过，但是他可能就是也没有说太明白，然后买回来呢，然后2个人都不太喜欢，然后他就问我，这个要不要退呀什么的，我说那就退了吧，然后接下来然后就退回去，然后也没有下文了，就这样。他就总拿着这个事儿说，这个节日你有礼物吗？你有吧？我怎么没有呢？我说那我准备了呀，你不喜欢退了，那也不是我没有这份心吧。而且我之前问了，我说这个东西好不好看，然后我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俩买一个一样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并没有那个尺码，就给他买了。他说这个搭配也挺好的。那你说你不喜欢，是我没有这个心没给你买吗？你们俩的消费观一样吗？我们俩的消费观就平常支出什么的，也就是1人1半这样子，也没有说谁花的特别多、特别少这样。所以
不能分在一起或者规划不同，都是有理由的嘛，就是爱的不够嘛，也没有那么爱，对吧？而且还不是说就是未来规划不同人啊，我俩就是平常总吵架嘛，吵架是这个无伤大雅，因为谁谈恋爱或者是结婚了，他也会吵架，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对。但是你吵架归吵架，他动手他就不一样了。谁动手？女方打我。为啥？就是因为有一次，这也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就是有一次我跟这个朋友，约好了，就是第二天去游泳，然后我前一天晚上也跟他说了。然后他也同意了，说第二天给我放假，然后结果第二天早上我跟他说呢，他就是有点不太想让我去那个意思，就是想让我给他去送饭，然后再让我去。你说当时我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已经说好了，我说我就不给你送了呗，然后他就生气了，生气到我楼下来找我，然后把我叫下去之后，我俩就寻思好好说呗，然后他就上来打我，还挺严重的。然后结果那个楼下那个宿管阿姨，然后出来把我俩给就是拉开了。他这个就是在我们学校里开了一个小店儿，然后我俩就寻思就是在那小店里好好说呗，然后说着我就不想再谈下去了，然后他就是你提出分手了，对，然后他不想分，结果就把我锁在那个店里了，给我锁2个小时，必须让我这个跟他说不分手了，他才让我出去。为啥？因为我当时生气呢，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没有必要分手吧。之前他说那么多次分手都没分，我说那么多次也没分，因为这件事就要分。不是小事儿。我没有多就是用力打你吧，就是可能我当时生气了，我确实是动手了。是经常这样吗？没有经常。他情绪稳定吗？你们恋爱之后？开始的时候，他情绪就是我觉得他性格挺好的啊，就我正是喜欢他这一点，然后所以就是我俩在一起了。但是慢慢发现他后来这个脾气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暴，就是总是把一些就可能说一些生活中其他的事儿，他那个情绪会发泄到我身上。这个我俩也谈论过，我说你不要就是总是跟我就是去发泄这些情绪什么的。刚才在你们的言谈之中说了一个重要信息啊，说他提过那么多次分手。我也提过分手，你们到底提过多少次分手？我也不太清楚。也就是说很多是吗？对，但是都是没分到一天，就是只是那么说，然后后来和好。就是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且说分手，他不是说真的分手，可能说他生气了，然后说分手，然后那种就是当时就哄好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非常就是很重要，你毕竟。你动手了，因为一旦你说这个动手打人，有一次他就会有第2次、第3次。知道了，你也别在那儿咬着这个动手打人不放了啊！想分手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不一定非是打人嘛。不喜欢能不能分？不爱了能不能分？能分，对吧？为什么非要这样呢？在学校还有店呢。对，我其实就是如果不谈恋爱的情况下，我还是挺想着自己以后的发展这样子。就是在学校开了一个那种建模店，高达手办这种。厉害。因为我觉得他太，怎么说呢，跟我刚开始认识的人不一样了，就很幼稚。有的时候我俩开玩笑，他说要去那个开会怎么样，我想陪他，然后他说路边拴条狗都比你强，你凭什么陪我去？就说得很，我当时就已经很生气了。然后我确实我也说了滚，我说我就是当时其实就。情绪不对了，但我朋友在旁边，我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俩又开了一句玩笑，我也说他，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想着那就别谈了，我就感觉没什么意义。然后他后面又找我这个那个的，然后我又有点心软了，然后又和好了。我还是想问你店的事儿啊。你挣的应该比他多是吧？是吧？对。他算有钱是吧？他挣的确实比我多啊。一般怎么分配这个钱？分配吗？你们在学校的时候管吗？有很多恋人就是女生要求把男生的钱全收到自己那儿，你们收吗？这个我们2个不收，因为他挣的是他的，我挣的是我的，可能我俩各自管理是吧？对，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互相消费一些，是这样。谁花的多一点？我俩差不多吧，可能他吃饭，然后我就消费其他的，没有说。谁多一点？所以你们在经济上面没有什么冲突，是吧？嗯。你看现在谈恋爱还得问经。
也不是说不异地吧，异地也可以，但是也不能长时间的异地，就是标准是什么？长时间的，就是1个月见一次或者2个月见一次，不能很久不见吧。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男生可能跟你越离越远？这感情其实是有危机的，感觉到了吗？接受吗？不接受吧。所以其实你也明白，他是想，更多的是想离开你，你更多的是想抓住他，对吗？那所以今天你来是干嘛的呢？能清晰地告诉老师们吗？我的未来可能就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反正对这段感情有点不舍得吧，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嗨，那就分开呗，对吧？是不是？也不行。姑娘说了，我是不可能承认我失败的，男人我也要带走，上海我也要去，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让大家帮着分析，然后把他划拉到上海的嘛，让他同意跟你去上海，是不是这意思？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是还是不是？但是我也怕他以后如果没考上，自己再后悔再怪我。哎呀，你还怕这个？他能不能跟你去都不一定了，姑娘。好吧，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都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我一直认为这只是不爱的借口。要跑校园恋情的，往往并不是不同的人生规划，而恰恰是现实。你们2个人的恋爱现实很简单，男生力不从心了。所以赵传老师刚才说的一点没错，入木三分已经看出你们2个人的核心问题。男生，所以我建议，在分手还是不分手这件事情上，不用去释放情伤，真诚坦诚地告诉对方，不爱了就是不爱了。谢谢。谢谢于老师。文老师，我觉得你们俩其实有不同的人生观，你们俩发现没有？就是男生，我可以说，我也可以帮他打这个包票。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很喜欢他，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不断的被消耗，然后你不断的去试探他到底爱不爱你，可是你当下你得到的那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需要一个安全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好像他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份安全感，于是消耗到最后，你会发现啊，那我不如放过我自己。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这个女生她确实也有对你好的地方，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生有一点做得很好，他给了你一个什么？他叫体面。你看他今天来这儿，我觉得他来这之前他已经想明白了什么？他想明白了你们2个注定要走不同的路，他也想明白了说他不会为了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他为什么还能来陪你走这一趟？他给了你这段感情里面最后的体面，啊，这是我的观点。谢谢文老师。雷老师，就是都说到体面这俩字了，你觉得你体面吗，姑娘？我相信以宿管阿姨的睿智，她分得清楚什么叫打情骂俏，什么叫殴打。所以在男生宿舍门口，你真的是撒娇打情骂俏吗？你要真是撒娇打情骂俏，宿管阿姨为什么冲出来，把你们分开？而且呢，特别不体面，那是在男生宿舍楼下呀。你打男朋友，整个楼都得起哄，嘿，又挨揍了，嘿，整个楼都得起哄，体面吗？你把他关在你的小店里，小店是在学校里，是校中店，你关他2钟头，所以你往往比较极端。要毕业了，再极端就这半年了，我还是去趟爱情保卫战吧，是吧？爱情保卫战去了，怎么回事？老师同学们都知道了，我女朋友再抽我，你们都明白了哈。我明人没做暗事哈，全国观众都看见我是为什么要分手哈，有这想法没有？
也不是这样，不用跟人人都交代了吧？哟，你们两个谈1年多了，全学校都知道。那想当初在宿舍门口打你打得金光灿烂的，这下昭告天下了是吧？在阳光下分手，想这样吧？所以来这儿吗？然后就是你是独生子吧？我有个姐姐。你有个姐姐，还是独生子啊？对。对吧？姑娘，你信一个独生子要在家乡考公是他个人决策吗？你让他跟你去上海，你再跟一家子过不去，你知道吗？你能改变他个人，你能改变全家人的决策吗？所以姑娘，你看他被逼都来这儿了，你可别再把我锁店里锁2钟头了。咱们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地方说完了，你还有舍不得吗？没有了吧？我告诉你，你们两个这个在恋爱上的分歧属于大道之争啊！大道之争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你要去上海求另一种可能，他要留在家乡顶门立户，一家子兢兢业业都给安排差不离了。有中间道路吗？你想，所以别再逼他了，都已经到这儿了，咱们就体体面面的分开，老师同学都看明白了，好吗？得嘞，我说完了。谢谢雷老师，商大老师。弗洛姆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靠努力换回的爱，常常让人痛苦，也让人生疑。就是我到底是被爱，还是被需要？姑娘，你为了不跟他分手，把他锁起来，你说他是因为畏惧呢，还是因为爱你呢？如果因为舍不得而不分开的话，就证明说这份爱和这个感情，它就是在靠坚持了嘛，对吧？你们现在其实就在坚持了，对不对？当用坚持这个词来形容一段感情的时候，你想想这感情得痛苦成啥样啊？咱一般都说要坚持干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证明这个事儿它一定是特别痛苦、特别难完成的，对吧？当你们说我们得坚持我们的感情啊，哎呦我的天哪！所以差不多的时候，大家体体面面分开就可以了。至于你们2个人，其实对于未来的追求和憧憬都不一样。在青春的时候好好恋爱一场，然后体体面面的分开，挺好的，就这样。女生特别要强，性格里特别要强，你看特别刚毅啊！你们说了那么多，就没有变，可能内心已经非常的波动了，没什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说大学毕业就分手这点事儿，为什么毕业就分手？因为人生啊，确实不是只有爱情这一件事儿，对不对？人生还有更大的范畴，对吧？工作呀，就是我们说的事业，家人呢，朋友啊，对吧？你还有世界呢，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更大的。因此，我倒觉得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大学里的恋爱实际上面是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挫折课？让我仔细想想看。能考进大学的这帮孩子，反正学习还都行。以前这叫天之骄子，他们在生活里什么时候受过挫呀？大概恋爱分手算是一次挫折吧，特别是大学里头，爱得又干净、单纯又轰轰烈烈，又是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那个挫折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会挫败一些，是吧？好好的说好的要一起一辈子，怎么刚离开学校，牵着的手就松开了呢？肯定会难受，没啥。你们想谈接着谈，啊，我倒不像老师们说那样决绝的，现在咱们就离开。想谈接着谈，对吧？顺其自然，我看来顺其自然有点肉。你去上海，他回老家，让时间和异地把这段感情淡化了。但是那好像有点不太负责任，是吧？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呢？决定权在你们，你们自己定，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这1年，咱俩也谈了1年多了，
然后这一路反正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吧。完，我个人觉得时间也算挺长的了。然后咱俩在一起这段时间，说实话你，各方面其实也都挺好的，对我也不错的。但是，就唯一一个就是你这个脾气，就是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如果能改的话。我觉得，像老师说的，我也不想为你，在规划以后的人生，就是希望你按照你的计划走。行。哎，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预测一下吧，博红兄。其实从内心我也蛮希望这对小恋人能打破魔咒，走出校园，继续恋爱。别破了，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我预测算不出。文老师，男生出，女生不出。哦，就男生还出呢。啊，好的，来，雷老师，都不要出来，我认为都不要出来，不会出来。沙大老师，我也觉得男生好像会出来，因为男生想要争取一下，可能他现在不想分嘛。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开门。来，请开门。这结果啊，挺好的。就每次录大学孩子的题，就发现了，结果有时候特别好，但是你心里还是过不去，你就还是好难受啊，心里。对吧？情感上还是需要希望他们好，因为单纯嘛，没有其他任何杂质的一段情感嘛。再一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